现在装修，就你买那个电视，你家狗都比你看的时间长。虽说电视的功能性越来越鸡肋，但是在国人的传统里，它还是客厅的 C 位。至于怎么选，我斗胆来说道说道。第一点，只要你不是买来出租，那起步至少要是85寸的。买那个小破75的，你家狗看着都得有意见，嫌小。如果是纯拿电视来当客厅的装饰品，5000以下你随便买一个85的，后面的内容呢，你也没必要往下看了。第二点，电视品牌分国产和合资，国产品牌有海信、TCL、创维、康佳、华为、小米等等。我个人认为能买的就俩，海信和 TCL。当然，他们的子品牌维达和雷鸟也有几款能买的低价高配的热门爆款。合资品牌有索尼、三星和 LG 等。如果追求性价比，选国产品牌没毛病，毕竟堆料足。如果追求极致的画质和游戏体验，那就选索尼或者三星。就像 BBA 对比国产汽车，堆料是堆料，调教是调教。对了，看到这几个假洋鬼子要多加小心。第三点，有人说光看品牌范围太大，那我具体要买到哪个型号呢？我来告诉你答案。咱们普通人买电视，你就看这5个参数：内存、刷新率、色域值，这3个呢是基础参数，背光分区和峰值亮度是进阶参数。第4点，先说内存，2GB 加16GB 是起步价，它俩肯定是越大越好。前面这个2GB 呢是运行内存，电视能不能流畅的运行，会不会越用越卡，全靠它。目前主流是2GB，3GB 呢更好，顶配就是4GB。后面这个16GB 呢是存储空间，用来安装软件的，数值越大，可安装的软件数或者是承载的垃圾数量会更多。所以听明白了不？要想电视不卡，前面的运行内存要比存储内存更加重要的多。还有一些博主瞎逼逼，教你分辨什么大 GB 小 GB 的，其实全是扯淡。现在主流品牌根本就不存在的事儿，现在的芯片内存都稀烂贱的玩意儿，人根本没必要跟你玩这个小聪明。第5点，看刷新率，它表示的是电视机每秒刷新画面的次数，刷新率越高，画面越流畅。普通机一般是60赫兹，玩游戏、看球这一类对画质要求高，那就选择120赫兹的。在这里，商家就很喜欢打擦边球。你看详情页，但凡上面写着120赫兹极速刷新，一键开启120赫兹、120赫兹刷新模式等这一类模棱两可用词的，基本上断定就是假的120赫兹。是在牺牲电视画质的情况下，把 4K 60赫兹变成了 2K 120赫兹。新手小白不注意分辨，很容易就会傻乎乎的掏钱购买的。第6点，第3个核心参数色域值，它是指屏幕能够显示颜色的丰富程度。色域值越高，屏幕能显示的颜色种类呢就越多，色彩就越自然。好，那我就买色域值高的，越高越好呗。错，这么单纯的话，那你就准备往商家给你挖的坑里面去跳吧。举例，如果一台电视写的是130%原色高色域，而另外一台呢是96%的 DCI P3 色域，你是不是会选130%的这台呢？那恭喜你成功的掉坑了。这里就不得不科普了，在电视的色域值这一块是有2个标准的，主流电视会以 DCI-P3 为首选标准，但有一些品牌用的是 BT.709 作为色域标准。以 DCI-P3 为标准的话，色域值要选到90%以上，90%到94%是普遍主流。以 BT.709 为准的话，要选到130%以上，不然画质呢就是渣渣。第7点，对于画质有要求的朋友，那就可以在上面的基础标准之上去看以下这2个进阶标准：背光分区和峰值亮度。先说背光分区，简单点说呢，就是背光分区的数量越多，那画面的细节就越多，该亮的地方亮，该暗的地方暗，就不再是模模糊糊的一大片。背光分区主要分为4个级别，分别是几十级的背光分区、100级的背光分区、300级背光分区和2000级背光分区。几十级的对于画面的提升呢，聊胜于无，属于给就要，不给也不强求的档次。300级就是高画质和普通电视的分水岭了，所以想要高画质，至少是300级分区起步。第8点，峰值亮度，顾名思义，就是一台电视能显示的最高亮度，它的单位呢是尼特，你就记住这几个标准就行了。普通电视500尼特，中端电视1000尼特以内，高端电视基本都能做到1000尼特以上了。其实选电视很简单，就以上这么几个参数，把你想买的型号一一跟我的这篇视频对照就行了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下期再给大家推荐几个还不错的型号。